日前，上海建造的最后一艘075两栖攻击舰下水，中国一共拥有3艘两栖攻击舰以及8艘071型船坞登陆舰组成的强大两栖作战力量。075型以后怎么发展，中国已经开始有初步的研究方向，其中之一是让无人攻击机上舰作为主力攻击机。现在中国拥有3艘075两栖攻击舰，正好抽一艘出来测试一下无人机上舰如何使用，验证一下未来新一代两栖攻击舰076型究竟是什么舰型，或者直接变成中型航母呢？075型甲板长度超240米，虽然没有滑跃起飞甲板以及挡焰板，但也不能妨碍它作为无人攻击机上舰测试。未来舰载无人攻击机应该在攻击11型无人隐身攻击机基础上发展而来。攻击11无人机是飞翼式结构的飞行器，自身升力大，因此它需要的起飞速度和滑行距离不太远，150米到200米左右长的甲板应该够它起飞升空。075型只需加装左缆索，临时搭建可移动挡焰板2种修改，可以进行无人机攻击舰载使用测试。无人机攻击机起降作业与直升机作业完全不一样。075型是作为直通甲板型两栖攻击舰，一次可以起飞或者降落6架直升机，但只能起飞或者降落1架无人机，两种航空作业效率相差极大。无人机起飞和降落需要占用整条跑道，因此无人机起降和直升机起降不能同时进行，无人机升空和降落同样不能同时进行。去年中船集团的研究所向社会招标076型的研究方案，其中表明076型将装配电磁弹射器，有了电磁弹射器，无人机起飞的距离大幅缩短，或者能缩短到60米到90米，这样就能腾出大半条跑道给3到4架直升机起飞和降落。然而无人机降落时，为了安全起见，要清空整条跑道，无人机不能起飞，依然阻碍直升机的起降。即使有电磁弹射器，依然无法有效解决076型无人机和直升机跑道使用互相干扰的问题。为了避免以上情况，美国航母采用斜甲板结构，舰载机起飞和降落不在同一条直线上面，各种使用2条跑道互不干涉，航母就能一边起飞战机一边回收战机，航空作战效率就大幅提升。那么如果中国决心让无人机上076型两栖攻击舰，就不能再使用075型直通甲板，而是使用正规航母的斜甲板或者其他形式的双跑道甲板。076型拥有双跑道，无人机起飞占用前跑道，降落时占用斜跑道，可以同时作业。直升机起飞和降落就看哪条跑道有空就用哪条。076型现在没有到建造的时机，中国还有几年时间琢磨清楚它的设计要求。第一原因是003型航母是中国第一个使用电磁弹射器的军舰，电磁弹射器需要大量的测试和使用。其次，舰载无人攻击机还没开始研制，即使在攻击11的基础上改造，也要1-2年时间才能完成。去年076型方案被披露时，作者曾经写过几篇文章分析，076型是挂着两栖攻击舰名字的中型航母，而且可以参考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皇号航母。至今我观点未变，不管076型叫什么名字，如果它的设计要求是同时拥有高效的无人机和直升机起降能力，像075型的直通甲板是行不通的。2月1号注定是个不平静的日子。我国通过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》在2021年2月1号起实行。新的海警法有什么新内容？为何引起轩然大波？尤其在日本国内炸锅了。据悉，新的海警法明确规定，若外国舰船拒绝服从命令，中国海警船有权使用武器。这就意味着必要时，我国海警船允许开火。这种罕见的强硬姿态引起日本国内强烈震动。据日媒报道称，在该法实行前一天，日本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，紧急讨论相关议题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日本有议员呼吁在东海上增派自卫队来应对中国的海警船。不过，这种观点引起日本防卫省一名官员强烈反驳。在东海，海上自卫队护卫舰和中国军舰保持距离，相互监视早已经是常态。如果增派自卫队，那就很容易给中国增派军力提供口实。他担忧的是，日本自卫队增兵，解放军就有理由也加强部署。现在情况开始变了，破坏这种平衡，日本是更吃亏的一方。日本之所以炸锅，是因为担忧中日两国海上力量的差距。近些年，中国海军发展迅速，包括055万吨大驱、056护卫舰、052D 护卫舰等许多先进大型舰艇陆续下水。日本海上自卫队早已意识到自己不是对手。不过，双方摩擦一般涉及海警，而在海警方面，双方也有着很大的差距。早在2019年，日本海上保安厅就曾指出，日本海保目前共有67艘1000吨级以上巡视船，
中国海警却高达145艘。不过这都是被逼出来的。以前我们的海警执法船吨位小、火力弱，再加上九龙闹海的局面，所以经常遭受一些国家的欺凌。为了维护我们海上权益，有时不得不派军舰和对方执法船进行对峙。但是这样容易落人口实，对峙烈度也不好把握。为改变困境，中国在2014年下水了12000吨级海警船2901号，超过当时日本海保拥有的世界最大的巡视船6000吨级的秋津州号与福岛号，成为全球第一。当时也曾引起日本抗议，谴责这不该是一艘海警船的样子。日本海警船吨位大，就不允许中国海警船吨位大？美国海警也能开火，就不允许中国海警也开火？然而现在日本一些政客还是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日本众议院议员、自民党副干事长委竟计划5号亲自到争议岛屿捕鱼，故意往枪口上撞。一旦有出格举动，我们必不会手下留情。最近，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院发布年度例行报告，着重关注中国海军现代化以及对美国海军能力的影响。这份中国海军现代化对美国海军能力的影响，其实和美军之前的报告相比，还是换汤不换药。包括中国海军是美海军维持西太主导地位的重大挑战，全球最大舰队，具备区域拒止能力等威胁论调。报告中还老调重弹，继续渲染中国正建造全球最大规模的舰队，一共有350艘舰艇。相比之下，美海军只有293艘。不过也有新的细节，美国终于承认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编号是002，而不是001A。此外，报告还指出，解放军正在建造新的航母003，排水量可能为8万吨左右。不过，新的卫星图显示，003的排水量似乎已经达到10万吨，同时还会搭载 F731和歼20发展而来的5代舰载机。此外，中国还在试图发展10万吨级核动力电磁弹射航母004。其实，经过25年的稳步现代化发展，中国已经不仅建造了先进的舰艇、战机以及其他武器，在维修、人员素质训练、后勤、实战演习等方面都有着跨越式发展。报告中还提到了中国海军主力发展的几个平台：航母、大型水面舰艇、潜艇、两栖攻击舰等大项目。在前不久，中国刚下水了第3艘075两栖攻击舰下水，离首舰下水才不到2年时间，而解放军还在发展076型两栖攻击舰，可能会装备弹射器。报告还提到，自冷战结束以来，美国海军一直占据绝对优势，而中国海军的崛起再次让美海军感到难以呼吸。还有美美列举未来美国海军输掉一场战争的4大原因：一是疯狂造舰后维持一支全球最大的舰队规模，导致后勤压力大；最近美海军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情况不妙，服役43年还被高强度部署，出现了很多机械故障老到失迹；二是遥遥领先的美军陷入迷茫期，滨海战舰、朱姆沃尔特等项目就是典型例子；三是美国本土船舶制造能力滑坡，美国新舰中有很多外资承包的身影，这归咎于美国造船业人才流失严重；四是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大行其道，美国海军并没有非常有效的措施。这份报告也特意提到了中国火箭军，美军需要关注东风21D和东风26反舰导弹。虽然美海军问题多多，中国海军迅速崛起，但是差距还是存在。其实很多人已经熟悉美国报告的老套路，通篇就差没把打钱写在报告里了。伸手要钱的时候威胁论，钱到手后崩溃论。